诸位啊，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你身边的老伴、老朋友是不是每天都在受这些苦？早上从床上爬起来，脚一踩地板，像被针扎一样痛；走到浴室，伸出舌头一看，舌苔白白厚厚，像铺了一层化不开的霜；刷牙还会干呕，喉咙里卡着一口痰，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吃完早餐没多久，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眼皮就重得像灌了铅，昏昏沉沉，又想睡觉。出门买个菜，走没2步路，双腿发沉，像绑了沙袋。到了下午，肚子胀得像个青蛙肚，小腹那团肉怎么都减不掉。上厕所大便黏糊糊的，冲水要冲好几次。这些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你跑去大医院排了2个小时的队，好不容易见到西医，你说：“医生啊，我最近好累，腰酸背痛，手脚没力，是不是哪里坏掉了？”西医帮你抽个血，照个 X 光，看着报告跟你说一切正常，你会累，是因为年纪大了，器官老化，这是正常退化现象。缺维他命 B 群，骨质疏松，回去多吞几颗钙片，多吃点保健食品就好了。诸位啊，这就是西医在乱搞，他们只会看机器上的数字，根本不看活生生的人。人老了，机器用久了，的确会有磨损，但绝对不可能让你天天像泡在水里一样沉重。这根本不是老了，是你吃错了，是你每天每一顿饭都在亲手把湿气这剂毒药往自己嘴里送。中医讲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湿气是万病之源。什么叫湿气？我用最白话的方式解释，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的汽车引擎，气血就是汽油。正常的引擎运转应该是干净顺畅的，但如果你在汽油里掺了泥巴水，这台引擎是不是会越转越慢，最后卡死生锈？湿气就是你身体里的泥巴水。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岛型气候，一年四季，尤其是梅雨季、惊蛰、春分前后，外面空气里的湿气本来就重，结果呢，你们还不信邪，每天拼命在身体里制造内湿，内外夹击之下，你的经络、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被这些泥巴水给堵死了。中医说，湿性重浊，湿气往下走，所以你的腿会肿，会沉湿性粘滞，所以你的大便会沾马桶，你的病会缠绵难愈，像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吃越累，这就是为什么你睡10个小时还是觉得没睡饱，因为你的身体正在花费巨大的能量去对抗你吃进去的这些毒药。讲到这里，很多人会说，我没有乱吃啊，我很注意养生，不吃炸的，不吃太咸的，早上吃馒头配无糖豆浆，中午吃一碗清淡的阳春面，晚上不想煮就下几颗水饺，或者买个全麦面包啃一啃，这不是很清淡很健康吗？诸位，大错特错，这就是你们最致命的盲点。你们以为的健康餐恰恰是制造湿气的核武器，你们以为在顾身体的吃法，其实是在一口一口败坏你们的脾胃。今天我们不谈配菜，我们来谈谈每个人每天都逃不掉的主食，也就是米饭与面条。你以为吃米和吃面差不多，只要能吃饱就好，你以为像计算卡路里一样对身体就没有差别。如果你还抱着这种西医营养学的肤浅观念，你这辈子的健康算是完了，你的退休老本迟早要交给医院。米饭和面条在五行属性上，在对脾胃的影响上，差距其实相当大，大到什么程度？一个是能帮你养脾胃、化湿气的救命恩人，另一个却是让你越吃越累、寒湿缠身、三高降不下来的湿气元凶。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关乎你后半辈子能不能行动自如，会不会中风瘫痪的生死大事。到底米饭和面条，谁才是那个蒙面杀手？你每天早上吃进肚子的那一碗面糊，到底在你的经络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变化？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天天吃白饭，力气大的下田种地，现在的人天天吃精致面食，却连爬个3楼都喘不过气？这背后藏着一个被现代食品工业掩盖、被西医营养学刻意忽略的千古秘密。我今天就用中医的阴阳五行智慧，彻底扒开米饭与面条的真面目。肯定有很多长辈心里在犯嘀咕，哎呀，不管吃饭还是吃面，吃进肚子里不都是碳水化合物吗？能有什么差别？诸位啊，如果你脑袋里冒出碳水化合物这5个字，代表你已经中了西医营养学的毒太深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吃了一辈子的药，并却永远治不好的根本原因。那些坐在冷气房里算卡路里的营养师，会拿着一张精美的图表告诉你，100克白米饭跟100克白面条热量差不多，糖类含量也差不多，替换着吃完全没问题，只要注意升糖指数就好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西医在显微镜底下看的是死气沉沉的化学分子，我们中医看到的是食物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气与性。
你把活生生的食物拆解成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它的灵魂早就没了。我们先来看看台湾人常吃的蓬莱米，也就是水稻。水稻是种在哪里的？是不是种在一大片水田里？水稻就是泡在水里长大的，一根植物从发芽到结出稻穗，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泡在泥巴水里。为什么它的根不会烂掉？为什么它不会发霉？因为水稻天生就具备极其强大的化湿能力，它吸收了土地五行属土的精华，又具有统御水液、五行属水的阳气。它能在水里生存，就代表它懂得如何对付水，如何排解多余的水分。中医讲同气相求，当你把这碗带着强大化湿之气的白米饭吃进肚子里，进到了脾胃，脾胃五行属土，土能克水，这碗米饭非但不会给你增加负担，反而会启动你脾胃的阳气，帮你把身体里那些粘稠的泥巴水、老废物质顺着气血循环变成汗水，变成尿液排出去。所以老一辈的人，你们的阿公阿祖以前做田人的时候，中午在大树下扒了3大碗白饭，配一点咸菜，下午继续顶着大太阳。夏天力气大得很，腰杆子直挺挺的，哪有什么三高，哪有什么关节痛，因为白饭在帮他们顾腰子，强健脾胃啊。我们再转过头来看看面条的真面目，面条是小麦做的。小麦种在哪里？种在北方的旱地里，气候干燥寒冷，小麦为了在这种严苛缺水的环境下活下来，它的天性就是拼命锁水，拼命保湿，绝对不能让水分流失，否则就会死掉。所以小麦的本性是收敛的，是丝质的。你把小麦磨成面粉，在厨房里加水揉面团的时候，发现了什么？是不是黏糊糊的？是不是怎么洗都洗不掉？以前的人过年贴春联，没有浇水，就是拿面粉加水煮成浆糊，贴在墙上，1年都掉不下来。诸位，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当你把这团浆糊吃进肚子里，会发生什么事？你的胃里是温暖湿润的，这团本性就爱吸水又黏糊糊的面食，一进到脾胃里，立刻就像强力胶一样，把你的胃壁粘住，把你的肠道塞住。它不但不能帮你排水，还会在你的身体里兴风作浪，把你的气血全部搅和成一团浓稠的痰湿。如果是在北方干燥的地方，吃点面食或许还能平衡一下气候，但是诸位啊，这里是台湾，我们是海岛型气候。每到春天、惊蛰、清明或是梅雨季，墙壁都在流汗，东西都在发霉。我们台湾人1年4季都在对抗强大的外湿，结果呢，很多长辈不信邪，铁齿得很。早上走到巷口叫一碗大肠面线，上面还勾了浓浓的太白粉芡汁。中午贪图方便，下几把白面条拌点酱油，下午饿了再去买个软绵绵的精致西式面包当点心。晚上甚至还去吃个重口味的牛肉面，这是在引狼入室啊！外面天气已经够湿了，你还天天把这团糊涂胶往肚子里塞，人为制造内湿，内外相合，里应外合。你的经络不塞住才怪，经络一塞住，气血过不去，中医说不通则痛，你的关节能不痛吗？气血堵在血管里，压力变大，你的血压怎能不高？西医不懂这个道理，只会开降血压药给你吃，叫你吃一辈子。你把面食戒了，把脾胃的湿气化掉，血压自然就平稳了。听懂了吗？更可怕的是，如果你今天吃的是古法手工揉制、自然发酵的面条，那伤害或许还小一点。但你们现在去超市买的，去外面面摊吃的是什么东西？那是经过现代食品工业摧残的死面。为了让面粉看起来白净漂亮，里面加了漂白水；为了让面条吃起来 Q 弹不烂，里面加了修饰淀粉、化学改良剂；为了让面包放3天都不坏，里面加了防腐剂。这种面食里面的生机和天地之气早就被破坏殆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团死气沉沉的化学混合物。你把它吃进去，它就在你的肠胃里发酵腐败。很多长辈每天下午肚子胀得像个打气筒，一直放臭屁，还以为自己消化很好。错了，那是在你的肚子里发臭，在产生毒气啊！你天天吃这种死面糊，你的脾胃能不累吗？你的人能不越吃越虚吗？米饭与面条的恩怨讲白了，就是化湿与生湿的生死对决。别再被西医那个呆板的卡路里数字给骗了，食物是有生命的，是有脾气的。吃错了主食，你就是在拿自己的退休生活开玩笑，就是在折磨自己的五脏六腑。接下来我要讲中医里面最核心的秘密，你只要把这段话听懂了，你这辈子就不会再被那些穿白袍看机器的西医给忽悠了。中医有一句老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西医跟你讲的脾脏，那是解剖学上的一块肉，他们说那是免疫器官，如果破裂了割掉也没关系，简直是荒谬至极。
我们中医讲的脾不只是一块肉，它是一个庞大的能量运化系统。在五行里面，脾属土，位在人体正中央，就像大自然里的土地一样，负责吸收阳光水分，孕育出万物。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饭，喝进去的每一滴水，都要靠这个脾土来消化吸收，转换成能滋养你全身心脏、肝脏、肾脏的气血。脾胃一旦罢工，你吃再多人参燕窝、维他命全部都是白搭，全部都会变成毒素。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脾土最怕什么？黄帝内经里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脾苦湿，及时苦以燥之。又说脾喜燥而恶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翻译成最白话的台湾话给长辈们听。脾胃这个东西就像一块田地，它喜欢温暖干燥，阳光普照，它最讨厌的就是阴冷潮湿、黏糊糊的水洼。你如果让这块田地整天泡在烂泥巴水里，连草都长不出来，更何况是长出气血。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你每天吃的那碗面条、那个面包上，面包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要用酵母去发酵？发酵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微腐败，一种产生酸味与湿气的过程。你吃进去那种软绵绵、香喷喷的发酵面包，一进到胃里遇到胃酸，立刻就变成了一团极度粘稠、充满酸腐之气的死面糊。或者是你们中午最爱吃的凉面、冷面，小麦本来就是寒凉收敛的，你还把它放凉了吃，甚至加了一大堆芝麻酱、太白粉勾芡。当这团又湿又冷又黏的面糊掉进了你那原本应该温暖干燥的脾土之中，会发生什么事？你的脾胃立刻拉警报了，这团强力胶死死地粘在你的胃壁上，藏在里面。你的脾胃为了把这团怪物给消化掉，只好疯狂调动全身的阳气，拼命分泌消化液，就像一台被塞满了泥巴的洗衣机，马达超载运转，发出悲鸣。年轻的时候你阳气足，也许还能硬生生地把它化掉，但是诸位，你们现在是45岁、60岁、70岁了啊！你们的脾胃阳气本来就在走下坡，哪里还有多余的力气去对付这团强力胶？于是你的脾胃举白旗投降了。中医管这个叫做脾虚，脾一旦虚了，它就没有力量去运化水分。你喝下去的水，你吃下去的食物，全部停留在肚子里，变成了一滩死水。这痰湿水在体内放久了，就会变得粘稠，这就是湿气。湿气再继续浓缩煎熬，最后就变成了痰。中医讲，百病皆由痰作祟，胖人多痰湿。你的大肚子是怎么来的？你脖子上的脂肪瘤是怎么来的？你血管里那些堵塞的胆固醇、血栓是怎么来的？西医叫它高血脂、高血压，中医看全都是痰湿，全都是你的脾胃被面食给瘫痪之后代谢不掉的垃圾。我在临床上见过太多这样的长辈。有一位60岁的阿嬷被儿女带来看诊，阿嬷整个人无精打采，说自己全身关节痛，手指头肿得像香肠，早上起来痛到连毛巾都拧干不了，平常走路膝盖咔咔作响。西医说是退化性关节炎，要他打玻尿酸，吃止痛药。阿嬷还有严重的便秘，上大号总觉得解不干净，粘在马桶上冲不掉。我问他，阿嬷，你平常早餐都吃什么？阿嬷很得意地说，医生啊，我很养生哦，我每天早上都吃全麦吐司，配一杯冰的燕麦奶，有时候吃馒头夹蛋，中餐就随便下了个面条吃。我一听心里就叹气，这不是在养生，这是在慢性自杀。我跟阿嬷说，阿嬷，你把那些吐司、馒头、面条全部给我停掉，从明天早上开始乖乖煮一锅热腾腾的白米饭，或者煮白米粥，配一点生姜，一点炒青菜，试1个礼拜看看。阿嬷一开始还很铁齿，说吃白饭会胖，有糖尿病不能吃白饭，这是被西医洗脑的结果。结果呢，才短短1个礼拜，阿嬷回诊了。她说，哎呦，好神奇哦，这几天早上吃热粥、热白饭吃下去，额头微微出汗，肚子觉得暖暖的，很舒服，大便竟然成型了，而且关节的肿痛消了一大半，整个人突然觉得好轻盈，像背上卸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这就是白米饭的威力，这就是气的力量。诸位，为什么吃饭能养脾胃？你们看白米饭是怎么煮出来的？米粒加水用火去煮，米饭吸收水分，膨胀熟透。但是你看那锅白饭，它依然是粒粒分明的，它绝对不会变成一团洗不掉的粘胶。当这碗温热的白米饭进入你的脾胃，它带着大自然的土气与温阳之气，不黏不腻，极其容易被脾胃消化。它不但不会消耗你的阳气，反而会化作一股暖流，这股暖流就是补脾胃最强大的天然补药。当脾胃吃饱了，有力量了，它就像一台马力全开的抽水马达，瞬间把你体内那些陈年的泥巴水、痰湿废物全部给抽干净，顺着尿液排出去，你的经络通了，气血顺了，
腰就不酸了，腿自然就有力了，血压慢慢也就降下来了。所以常说，懂中医的人看一眼你的饭碗，就知道你未来的寿命有多长。吃面是把脾胃当垃圾桶，塞满了粘胶；吃饭是把脾胃当宝地，种下了生机。听到这里，诸位长辈，你们还要继续铁齿吗？还要明天早上继续去啃那个让你关节痛的冷面包吗？还要继续吃那些让你大肚子高血压的死面条吗？我相信有智慧的人现在已经冷汗直流，准备去厨房把那些面条面包给扔了。但是问题来了，老师啊，我知道吃饭好了，可是白饭要怎么煮才最有祛湿的效果？我们家那个有糖尿病的老伴真的能放心大口吃饭吗？还有，我都已经吃了几十年的面，现在全身都是湿气，有没有什么马上能救急的方法，帮我把这个陈年湿气排出去？别急，有病必有药，有毒必有解。我现在就毫无保留地公开3大救命法则，这不是理论，这是你明天早上起床就可以立刻跟着做，7天就能看到奇迹的实操秘籍。第一法则，绝对不能碰的3大面食地雷。我们常说排毒不如先断毒，你要把身体湿气排出去，第一步就是把制造湿气的源头给切断。从今天起，以下这3种面食，不管别人说的多好吃多方便，你就算饿肚子也绝对不能碰。地雷1是隔夜的冷面线、凉面。很多阿嬷很节俭，中午煮了一大锅面线吃不完，晚上冰在冰箱，隔天拿出来也不加热，随便拌点酱油就吃。还有一些长辈夏天怕热，天天去买超商的麻酱凉面。诸位啊，小麦本来就是寒凉收敛的，你还把它放进冰箱，让它沾满了寒气。这种又冰又冷又黏的死面条一吃进去，你的脾胃阳气瞬间被冻结，这就像是在你温暖的引擎里倒进了一桶冰块加强力胶，你的胃壁会立刻痉挛，血液循环马上停止。吃久了不仅会常年胃痛、胃食道逆流、寒湿往下走，你的膝盖绝对会提早报销。地雷2是精致软面包、发酵糕点，这是现代人最大的盲点。什么全麦面包、杂粮面包，听起来很健康，对不对？大错特错。只要是经过发酵的面包，它在制造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微量的酸腐之气，再加上面包店为了口感，里面加了多少奶油、多少白糖、多少改良剂。你早上吃一个菠萝面包配一杯甜豆浆，这团充满化学物质和湿热之气的海绵一进到肚子里，遇到胃酸立刻膨胀，变成一团酸臭的死面糊，它根本消化不掉，直接在你的肠子里发酵产气，天天在你的血管里制造垃圾，最后变成浓痰堵在你的心脏，堵在你的脑血管里，这就是西医说的高血脂。听懂了吗？不要再拿面包当早餐了。地雷3是勾芡的羹面、大肠面线。我们台湾的小吃很好吃，这点我们不否认，但是对于45岁以上脾胃已经开始退化的长辈来说，羹面绝对是毒药。你看那碗大肠面线的汤头为什么那么浓稠？因为里面加了满满的太白粉、瓜粉去勾芡啊。面条本身就已经够黏了，你还在外面裹上一层厚厚的淀粉胶水，你把这碗面线吃下去，等于是拿一桶柏油倒进你的下水道里，把你的肠胃粘得死死的。很多长辈吃完羹面，下午绝对会一直打嗝，胃酸逆流，觉得喉咙卡卡的，那就是湿气已经满到喉咙了。第2法则，用土气来化解湿气，也就是救命恩人黄金排湿饭。这时候一定有长辈要举手抗议，老师，西医说白米饭是精致淀粉，升糖指数很高，吃了会得糖尿病，我不敢吃啦。诸位啊，你们还要被西医骗到什么时候？西医说吃饭会得糖尿病，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中国人、台湾人吃了几千年的白米饭，我们的祖先有因为吃饭全都是糖尿病吗？没有，反而是现在大家不敢吃饭，天天吃面包、吃饼干、吃保健食品，结果糖尿病满街都是。血糖为什么会高？不是因为你吃了米饭，是因为你的脾虚了。脾胃就像一个分配食物的总司令，你吃下白米饭，健康的脾胃会把它转换成能量，送到你的肌肉四肢去使用。但是因为你以前吃了太多面食，喝了太多冰水，把脾胃搞坏了，它失去了分配的能力，所以这些糖分才全部堆积在血液里排不掉。你不去把脾胃治好，不去化解湿气，反而把能养脾胃的白米饭给戒了，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这就像是你家水管塞住了，你不去通水管，反而把水龙头给封死，说以后都不喝水了，这合理吗？这就是不懂阴阳啊。所以大胆的吃饭，只要你煮对方法，白米饭就是你降血压、降血糖、排湿气的最好帮手。那么黄金排湿饭到底该怎么煮？第一步，米就选我们台湾在地生产的蓬莱米或在来米，
千万不要用糯米，糯米太黏，长辈吃了不消化；也不要一开始就用糙米，糙米皮太硬，脾胃虚弱的长辈根本消化不了，吃了反而更伤脾。第二步，淘米的时候加一小把薏仁一起泡，薏仁要提前泡水4个小时，泡软了再跟白米一起煮。诸位啊，薏仁是中医里祛湿第1名的食材，《本草纲目》里面白纸黑字写着，薏仁能健脾渗湿，除痹止泻，它就是专门来对付你体内那些陈年泥巴水的天然武器。而且薏仁的性质是平和的，不寒不燥，老少皆宜，完全不用担心吃坏身体。白米加薏仁一起煮，一个养脾，一个祛湿，2个加在一起就是一对黄金搭档，1+1大于2。第3步，最关键的一步，很多人都不知道。煮好的饭上桌之前，在饭锅旁边放一小碟切成细丝的老姜，不要用嫩姜，嫩姜的劲不够，老姜切丝，用少量油在锅里爆香，闻到姜的辛辣香气冒出来，把它拌进饭里，或者你懒得炒，直接在煮饭的时候往电锅里头扔几片老姜一起焖，效果也非常好。为什么要加姜？中医讲姜能温中散寒，回阳通脉，白米饭的化湿之气加上老姜的温阳之火，你把这碗热腾腾的姜香排湿饭吃进去，等于是在你的脾胃里点了一把温和的火，这把火能把你体内多年积累的寒湿一点一点的蒸发掉，顺着毛孔尿液排出去。记住，这碗饭要趁热吃，不要等它凉了才吃。热饭进去是药，凉饭进去就是湿气的帮凶。第3法则，每天早上7点到9点一定要做的排湿功。吃对了饭还不够，你的身体里那些陈年的湿气，光靠吃饭还不一定能全部排光，你还需要配合一个简单到不可思议，每天只要花5分钟，在家就能做的排湿动作。诸位，中医讲脾主肌肉，脾主四肢，脾胃不好的人，肌肉一定是软塌塌的，没有弹性的，尤其是大腿内侧，摸起来冰冰凉凉，肉松松的，稍微用力按压就会觉得又酸又胀，甚至有压痛感。那是因为脾经就走在你的大腿内侧，脾经不通，湿气就堆在那里出不去。所以我要教大家的这个动作叫做拍脾经排湿法，做法非常简单。每天早上吃完早餐，趁脾胃活动最旺盛的晨时，也就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找一张椅子坐下来，把你的双脚平放在地板上，2腿打开与肩同宽。第一步，用你的右手掌从左腿大腿根部内侧开始，沿着大腿内侧一路往下啪啪啪啪啪拍打到膝盖内侧，再接着拍小腿内侧，一路拍到脚踝内侧。第二步，再换左手从右腿大腿根部内侧，同样的路线啪啪啪啪啪一路拍下来，2条腿各拍50下，每天就这一个动作，5分钟搞定。诸位，拍完之后你会发现什么现象？有湿气重的长辈拍完没多久就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叫，要去上厕所排尿，或者身体微微出汗，或者打嗝放屁，这全部都是正常的好现象，不要害怕，这代表你淤积的湿气和废物正在被你的脾经推着往外走。坚持拍7天，你会发现你的小腿不再那么容易水肿了，你的大肚子会慢慢变小，你的膝盖和关节的痛感会明显减轻，你早上起来不再觉得像泡在水里一样沉重，整个人会轻盈很多，像把背上一块湿透的海绵给拧干了一样。好了，今天讲的3大法则，我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复习。第一，断毒，把3大面食地雷，也就是冷面、发酵、面包、勾芡、羹面，立刻从你的餐桌上消失，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断毒不彻底，后面做再多都是白费。第二，补土，每天至少1餐乖乖煮黄金排湿饭，也就是白米加薏仁加老姜，趁热吃，让你的脾土重新活起来。第三，通经，每天早上7点到9点，坚持拍打脾经5分钟，把陈年湿气从经络里赶出去，变成汗水和尿液排掉，这3个步骤不用花大钱，不用去医院，在家就能做。只要你愿意跟着做，7天之内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起变化，你会重新找回那个行动灵活、有说有笑、不靠药物也能安然入睡的自己。诸位长辈啊，你们这辈子吃了太多苦，帮儿女打拼了一生，你们的身体值得被好好对待，不要再让那些面食、那些湿气继续偷走你们本该轻松享受的晚年时光。记住，脾胃是根本，根本顾好了，枝叶才会繁茂。从明天早上开始，我们一起用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把这几十年的湿气彻底送走。